为了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为国家发展拟定战略，我在就职满月时宣布，总统府将针对3大全球性议题成立3个委员会。在上个月，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和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已经召开第1次会议。今天，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1次开会，我要感谢3位副召集人、各位顾问和委员的共同投入，也要感谢国人朋友一起在线上关心委员会的进行。不论是气候变迁、大规模天然灾害的冲击，或是威权主义扩张对民主的威胁，都不只是台湾的挑战，也是全球的挑战。这3个委员会的运作和目标都是环环相扣，都与国家韧性息息相关。要打造更强韧的台湾，积极应对挑战，也加深台湾跟国际社会的合作。过去，在蔡英文总统的任内，政府盘点了公司部门的资源，为提升社会韧性奠定坚实的基础。现在我们要进一步从盘点到验证，从3点强化来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第1点是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我们要进行全方位的积极准备，让国家有更坚实的力量，人民有更坚定的信心。在面临灾害或紧急状况时，政府和民间都能够及时发挥力量，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第2点是强化应变，有恃无恐。我们要扩大民力训练及运用，并且加强战略物资的盘整与维生配送，强化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维持运作，健全社福医疗和避难设施的准备，以及确保治安、运输和金融网络的安全，持续精进台湾的应变量能。第3点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要进行全方位的验证和演练，也要扩大跟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连结，彼此携手合作，以系统性、专业性方式找出问题，拟定对策，落实执行，才能够解决问题。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工作内容涉及的面向非常多元复杂，因此委员会的组成必须公私协力，并且以实务经验为导向，秉持专业、跨领域、年龄跨世代、兼顾性别平衡的原则，来邀集产官学研各界的代表。一共有4位顾问，23位委员，整体委员会非官方代表的比例占了67.7%，女性的比例是32.3%。上周六，921大地震刚满25年，25年来，我们持续提升台湾的防救灾能力。如今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的，也是要让每一个人在紧急危难时，找到自己能够有所贡献的最佳位置，来保护自己，贡献社会，嚇阻来犯的敌人，也让所有国人对台湾社会的持续性和未来充满信心。今天第1次会议将由国家安全会议以全社会防卫韧性规划与挑战为题来进行报告，将向各位和国人朋友说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和运作，所面对的挑战、设定的目标以及相关任务的推动进度。我说过，突如其来的天灾像是急性感冒，而全球气候变迁则像是慢性疾病。全社会防卫韧性要应对的有缓也有急，不只是国家灾害紧急状况，
还有台湾长期遭受的灰色地带侵扰，以及认知作战等等的挑战。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站在民主防线的最前缘，一直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相信，一个更强韧的台湾，将为全球的民主、和平、繁荣带来更多贡献。我也相信，当台湾做好准备，展现决心，国际上理念相近的伙伴会更愿意协助台湾，共同因应各种挑战，同心协力降低风险。台湾人民越团结，国家就越安定；台湾社会准备越充足，国家就更安全。台湾越有自我防卫的决心，国际社会就更安心。因此，我要再次感谢各位，肩负起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艰巨使命，期待跟大家一起努力，熨衡全球情势，建构国家韧性战略的沟通协调平台，来凝聚全民共识，提升国家整体的国防、民生、灾防、民族四大韧性。接下来，让我们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为全社会防卫韧性带来更多力量，让台湾成为确保区域稳定与民族永续的重要基石。谢谢大家，谢谢。